大家好，我是廖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田园世界。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几年总结出来的控草经验。因为我们家菜地比较大，所以控草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还有因为要忙于生计，我还得继续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精力来管理菜地。但是我又比较喜欢种花种菜，所以花最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种最好的有机的瓜果蔬菜，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跟邻居见到我的时候都有说，发现我们家菜地比较大，菜长得比较好，但是也没有什么草，所以他们就比较好奇我到底用的是什么控草方法。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揭晓这个控草的秘密。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这几年用过的几种不同的这个控草方法。最后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年有在用的一个我认为是比较有效的，而且是免费有机的控草方法。那咱们就开始吧。这里呢，为了做对比，我用的就是第一种控草方法，那就是非常传统常见的这个控草方法，人工拔草。其实这里我是2个星期前刚拔过的草，但是只是2个星期过去而已，这个草已经长得是非常的高，而且很多，还有不少的草居然是已经结出了草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以人工拔草这一个方法对于我来说效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像刚刚说的，我要上班，有的时候甚至会需要出差，那如果是出差一段时间回来，草肯定会长得满地都是，如果结成了草籽，风再一吹，那之后控草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呢，我就弃用了这一种完全依赖于人工拔草的方法。前年呢，我开始试用了第2种控草方法。这个第2个控草方法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防草布来遮盖。这个防草布的英文名叫做 Weed Control Fabric。就是这个防草布呢，刚开始用的时候是有一些效果的，它可以达到1个半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2个月之后，它会开始分解成就是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黑布。这里就是我前年使用了第2个控草方法留下的后遗症，所以就是整个菜地看起来是非常的难看，而且这个对土壤应该也不好，所以我是非常的后悔用了这个办法。即使是2年过去了，还是有一些黑布在地上，真的是非常难收拾干净。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得一块一块的把它捡起来。所以呢，这种方法虽然是可以持续1个半到2个月的时间，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用的，因为它分解之后真的是非常难清理，即使是过了2年的时间，我的地上现在都还有，而且这个是对土壤非常的不好，所以大家能不用尽量不要用这个办法。那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说一下第3个，也是我现在正在用的一个控草方法。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个控草办法。这个其实跟上一个说的防草布是相似的，只是这种防草布呢，跟上一种黑色的防草布的材质不一样。这种防草布呢，厂家说他们用的是工业材质的材料来做的，而且他们说这一类型的防草布至少可以用5年以上，有的人甚至是用了14年。但是因为我是今年才开始用，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目前我是用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我跟我家狗狗上下菜地的时候都会踩在这个防草布的上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
损坏的迹象。那之后我会继续跟大家更新这个防草布的使用情况。但是我也有发现这个防草布有2个缺点。第一个，我认为是这种防草布的设计是有一点浪费空间。就是这种防草布的设计呢，它是根据植物的大小，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打多少个洞在上面。就像这样，我买的是4英尺宽乘以18英尺长的这个防草布，它在上面是打了有8个洞，它是有不同的样式选择的。我选择的是打了8个洞的，因为我是打算用它们来种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植物吧。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洞打的是离的是1尺远左右吧，但是为了间隔的更宽一点，我中间还隔了1个洞。那这边呢，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它2块之间其实还是我隔开了一点。如果是不隔的话，它中间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间是利用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点是比较浪费。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家菜地比较大。但是如果想要更好的利用好自己菜地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种设计还是得改一改。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我认为它还是属于比较贵的。就是刚刚说的，我买的这个4英尺宽乘以18英尺长的这块布呢，当时我花的是32刀左右吧。如果是要把我整个菜地都盖上的话，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应该需要1000刀以上才能够覆盖完。所以花1000刀来为了防个草，我觉得是太贵了。那为了省钱呢，我又试了另外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是一个朋友介绍的。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有效、免费且有机的控草方法，那就是用纸箱子来覆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我的辣椒地，我用的就是用这个纸箱子来覆盖。这里也没有什么草。就是这个纸箱子呢，我是在5月份把辣椒种下的时候就覆盖在上面了。我在浇水还有就是摘辣椒的时候都会踩过，还有我们家的狗狗也会踩过。有一些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些损坏了，但是它并不影响这个控草。那大家可能会问，要怎么弄到那么多的纸箱子呢？我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自从听朋友介绍了这个办法之后，我就一直攒着家里的快递箱，还有就是让周围的朋友、邻居都帮我攒这个快递箱。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有发现，我的一些纸箱子还是蛮厚的，这是因为前几个月我路过一家电器商店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们门口是堆有很多的纸箱子，所以我问了一下他们那里的店主，我能不能把这些不要的纸箱子拿回来。他们店主就跟我说，只要你愿意来拿，随时都可以。所以我就拉了不少的这个比较厚的纸箱子回来。但是在用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大家还需要注意以下这几点。一个是一定要把这个纸箱子外面贴的透明胶或者是胶布把它撕下来。还有一个，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用这种装家电的比较厚的纸箱子的话，有的上面是有钉子的，所以大家在用之前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另外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在铺完纸箱子之后，一定要用水把它浇透，否则的话风一吹，纸箱子会满地飞的。到时候我可不希望有人跟我说他会需要像我当时一样满地的去追这个纸箱子。那为了更好的固定这个纸箱子呢，除了用水把它浇透以外，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这个花盆装满土，
然后就是放到这个纸箱子上面，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固定这个纸箱子，不会被风吹走。还有呢，我会在这个花盆里种像百日菊、金盏菊这些花，这个是百日菊。我之所以选择种这2种花呢，是因为百日菊跟金盏菊都比较容易种，而且它们是比较耐旱的。还有特别是金盏菊，它是可以防虫，所以这是一举3得的事情。好啦，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总共分享了4种我用过的这个不同的控草方法。接下来我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那第一种就是最传统最常见的控草方法，那就是人工拔草。人工拔草最多可以持续1个到1个半星期的时间。第二种就是用这个黑色的防草布，这种防草布呢，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光盖上去的话，是可以持续1个半到2个月的有效时间。但是这种防草布在过了2个月之后，经过风吹雨淋和日晒，它会分解成小小块的黑色的小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清理的。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方法。第3个就是我今年刚开始试用的这个绿色工业防草布，目前呢，我认为它是最有效的防草办法，但是费用比较高，而且有点浪费空间，所以大家得考虑到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认为的比较有效，而且是免费有机的控草方法，那就是用这个纸箱子来覆盖。那这个纸箱子呢，除了可以放在菜地里防草以外，我还用它在这个花床上，就是我在花床边上都会铺上纸箱子，然后再在上面放上木屑，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防草。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是秋天了，可能很多人想要开一些地，准备明年好种菜种花之类的。那如果你担心这个新开地会有很多的杂草的话，那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在上面铺上一块纸箱子，过2-3个星期这个草就会死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可以铺长一点时间，那这样的话这个地也会比较的松软一点，你到时候挖的话就不会有那么费劲。所以我觉得这个纸箱子的办法是非常好的。这个纸箱子呢，除了帮助防草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就是可以帮助保存水分。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纸箱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是经济实用的控草办法。那接下来我会需要把原来留着做对比的那一片草莓地再盖上这个纸箱子。好了，那在我去工作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声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还有，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一定要帮我点赞，多多转发，多多支持我哦。谢谢大家，大家下次见，拜拜。好了，我去工作了。